看了眼躲在他身后的蓝忘机一眼，好笑的摇了摇头。他家弟弟哦，既然无限已经恢复过来，怎么也不说一声。众位长老面面相觑了一瞬，不约而同地舒了一口气。少年好啊，哪怕高声喧哗的少年，也挺好。蓝启仁眼神一亮，突然发现还挺怀念那个调皮捣蛋的魏婴，至少在刚刚那段沉默的氛围里，那思念可堪平生之最。魏无羡跨入室内的脚步下意识往后退了退，不对劲，非常不对劲。这蓝氏之人什么时候对他这么热情了？虽然他也知道自己魅力无边，男女老少通吃，荤素不可，荤素还是记得，但是他觉得自己搞定蓝叔父的话，应该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的。可他刚刚若是没看错的话，他家叔父似乎是冲着他笑了笑来着，这难不成是他起床的方式不对？还是说是他刚刚跨入室内时跨错了腿？西医语重心长，汪基啊，此处省略10000字。叔父痛心疾首，不，这不是真的，我不信，我家乖宝小侄子会是个会是个大变态，我不接受。众长老不可置信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们家二公子好像干了件不是人干的事。清衡君万分无奈，我没有闭关，为什么我一句台词也没有？鸡哭唧唧，我承受了我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。现受宠若惊，大家好啊，原来你们这么喜欢我呢，就是太热情了。我也是很有压力的。两人敬过茶，收了一堆长辈们给的礼物后，便从韩氏退了出来。回静室的路上，蓝忘机却显得有些沉默。魏无羡拼命压下想要上扬的嘴角，聪明如他已然知道了蓝氏众人待他不同以往热情的原因，虽然有些小羞涩，可见低着头恨不得将自己埋进地里去的蓝忘机，他又确实很想笑。他其实一早就知他家二哥哥不善言辞，可长了一张嘴，硬是任人误会着也不说解释，他就也挺无奈的。若不是他记挂着今早要见众位长辈，从困倦中挣扎着爬了起来，也不知他家二哥哥最后准备怎么个收场。见蓝忘机有意放缓了脚步，却并没有要开口的意思，魏无羡快步绕至他跟前，抬手晃了晃二哥哥，你还好吗？他向来心大，过去了的事也不愿多想，虽说有些吃不消蓝氏众人过于的热情，可到底不算坏事，就是委屈了他家二哥哥。蓝忘机暗叹一声，小心护着倒退着走的人，他觉得他应该是挺好的，得偿所愿同爱的人结了道侣，恢复过来的人看起来也没有半分要反悔的意思。可思吉林出门前，众长辈看向他时那意味深长的眼神，他也确实说不出一个好字来。见蓝忘机半天不说话，魏无羡正绞尽脑汁地想着该怎么安慰他，却见蓝忘机忽而收起了脸上的微漠情绪，一脸认真地同他道：魏婴叔父、兄长还有众多长老们，他们都没有道侣。我知道啊，所以呢？所以他们为什么什么都知道？还有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嫉妒我有道侣，而他们没有啊。肯定是这样。所以魏婴，我决定了。你决定了什么？我决定这几天都不出静室，以免刺激到他们。二哥哥你是认真的吗？魏婴，我从来不开玩笑。魏无羡定定注视了蓝忘机半晌，憋了一路的笑意终是没忍住倾泻而出。他就说嘛，蓝是最有意思的人，非他家二哥哥不可。见魏无羡越笑越大声，弯着腰几乎要笑倒在地。蓝忘机无奈地瞥了他一眼，伸手将他揽进怀里。魏婴，别笑了，也不知他的笑点究竟有多低。他这么严肃地同他说事，他居然眼角都笑出了泪。二哥哥，这话你敢不敢当着众长老还有叔父和兄长的面说呀？魏无羡顺势靠近蓝忘机怀里，他还以为蓝忘机是被其他长老们看得不好意思，合着他纠结了这一路，就纠结了这出来。不过他说的也没错，蓝氏众长老一把年纪了，没得道理的也确实占了多数。魏婴，我若说了，估摸着的被叔父罚抄10遍家规不止。忘机，若是不想被叔父罚抄家规，这话你就不能等回了静室之后再说吗？蓝曦臣抚了抚额，尴尬地看了眼一众哑口无言，胸膛却起伏明显的众长老和生生揪断了3根胡须的自家叔父，上前一步，将笑声戛然而止的魏无羡和身体僵硬的犹如石柱的蓝忘机护于身后，轻咳一声，冲一众长老乖巧地笑了笑，
兄长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蓝忘机僵硬地移了移脚步，将自己彻底藏于蓝曦臣身后，听得一声声粗重的呼吸声，暗道一声失策，不过是想给自己找个台阶，以至于不那么尴尬。谁曾想这个台阶找的着实是过于硌脚了些。忘机，这是回个院的必经之路。原本蓝忘机同魏无羡先行离开，若按平时，俩人应是早回了净室才对。然蓝忘机顾念着魏无羡，怕他不舒服，便特意放缓了脚步，一颗心神也都放在了不好好走路的魏无羡身上。偏偏魏无羡被他护着，竟也没注意到身后来人。曦臣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什么叫回了净室再说？我蓝氏家规不可背后与人是非，你们都遵守到哪里去了？蓝启仁脸黑了黑，看着被蓝曦臣挡得严严实实的蓝忘机，觉得自己这辈子都没这么无语过。叔父，忘机他不是。行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就惯着他。蓝启仁摆了摆手，打断蓝曦臣要出口的话，他都不用想就知道肯定是给蓝忘机的开脱之词。蓝曦臣笑容顿了顿，反而更温和了些，看着黑着脸的蓝启仁，心下暗道，他就这么一个弟弟，不惯着他惯着谁？叔父，我觉得忘机说的有道理，蓝氏事务众多，大抵还是影响了众位长老和叔父。这样，我去和父亲说，为他辛苦一阵，让你们去解决终身大事如何？众长老，蓝启仁，好主意。蓝忘机，魏无羡，好，那就这样说定了。无羡、忘机，你们快回净室，我去找父亲。好的，兄长，大哥。蓝启仁眼睁睁地看着三人眨眼间便消失在了跟前，一句不如何硬生生憋在了喉咙口。众长老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有些茫然道，不是，启仁呐，这谁和曦臣说好了？我没有，我也没有，我们都没有。然而清衡君大手一挥表示，你们有没有无所谓，反正从明日起，你们都给我离开云深不知处，没找到命定之人前，通通不许归。蓝启仁此刻很生气，江丰眠也很气，他不过是听说魏无羡恢复了元身，来云深不知处看看他，若是有可能的话，他还是想将他带回莲花坞。然云深不知处的山门他尚未抵达，便先遇上了蓝启仁一行人。蓝启仁被他兄长打包丢出了山门，正在气头上，和他一道被丢出来的众长老们也是强忍着脾气没发作，毕竟同为难兄难弟，谁也没比谁好到哪里去。江丰眠的出现，天时地利人和，他大抵是一样没占。一众人见过礼，江丰眠心下诧异，蓝氏长老们齐出动，莫不是哪里出了厉害的邪祟不成？